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2022年1月26日，发生了一件看似稀松平常的事儿。泰国总理兼国防部长巴育上将在沙特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晤，双方同意恢复沙特和泰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对，你没听错，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国家，自1989年断交后，已经有33年的时间老死不相往来了。石油储备量全球第2的土豪沙特阿拉伯，为什么会对全球土豪往事排名第1的泰国往事，一个东南亚的国家，有着如此的深仇大恨呢？答案非常令人意外，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政治利益上的冲突，导致这一结果的竟然是一个普通负责沙特王室的园艺及卫生清洁工作的泰国劳工。这起外交纠纷还导致了4名沙特外交官和1名特工在泰国遇害和失踪。整个事件的走向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曾经全程调查此案的一位沙特外交官对媒体说过，蓝钻大窃案离奇到令人难以置信，这比阿加莎·克里斯汀的侦探系列小说更加精彩。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即使沙泰两国已经恢复了外交关系的今天，这个由泰国劳工引发的惊天世纪蓝钻大窃案也未破获。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这起比泰坦尼克号里面海洋之心圆形蓝钻希望还要重5克拉达到50克拉的极品蓝钻引发的沙泰两国断交疑云，史称沙特蓝钻大窃案。点赞3连，马上开始。故事的开端，我们有必要先学习一下钻石的基本常识。目前世界上已经被发现的钻石，按照颜色分类可以分为多种，比如黄钻、绿钻、粉钻、蓝钻和红钻，其中以红钻为尊，蓝钻仅次于红钻，价值奇高。2017年5月16日，苏比士拍卖行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春季珠宝拍卖会，一对彩色梨形钻石耳坠以大约5740万美元，约合3.95亿元人民币的总价，创下了拍卖史上的新纪录。这对梨形耳坠产自南非，除颜色不同，外形几乎一模一样，分别重约16克拉。其中深粉色钻石名为阿泰米斯，拍出了1550万美元；另一颗钻石为深湖蓝色，名为阿波罗，由于颜色比粉钻更罕见，价格是粉钻的2倍多。换句话说，本案所涉及的这颗重达50克拉的极品蓝钻已经属于无价之宝。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钻石的价值评估不似黄金，简单的单位价乘重量，钻石越大，其价值可以说是指数级增长。目前现存于世最为著名的蓝钻，大家相对比较熟悉，那就是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曾经出现过的海洋之心。它的原型石名为希望，重达45.52克拉，现存于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斯研究所。根据史料记载，存世300年来，名钻希望给拥有过它的主人带来无穷的厄运，这也是有人把蓝钻戏谑为诅咒之钻的原因所在。今天案件中失窃的这颗蓝钻似乎也一语成谶。事件发酵后，沙特降低了泰国的外交等级，从大使到代办。沙特也停止向泰国人发放工作签证，在沙特工作的泰国人也由1989年的25万人骤降到几千人。泰国方面损失数百亿美元，沙特也抽回了在泰国的大部分投资，提醒国人不要去泰国旅行。每年沙特游客从5.5万人降至不足3000人。不仅如此，沙特方面在这一事件中间接致使数名负责调查此案的外交官和特工暴尸街头。发现石油暴富后的沙特，第3产业开始迅猛发展。本国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沙特国家的发展需求。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国劳工开始涌入沙特，大都从事清洁工人、园艺园丁、保姆服务、建筑工人等体力劳动。本案最主要的人物之一，本案的始作俑者江克莱泰蒙查，也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位，也是大量涌入沙特的外劳之一。只是他的工作地方非常特殊，是在沙特国王长子法伊塞尔王子宫殿。因为工作的原因，江克莱对宫殿内的地形非常熟悉，他甚至可以了如指掌地在宫殿内自由出入。不过，江克莱有个非常不好的癖好，那就是赌博。案发前，江克莱深欠巨额赌债，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法伊塞尔王子的宫殿内有很多珠宝，
这些珠宝放置的保险箱很多都没有上锁，他随手一拉，这些保险箱竟然打开了。1989年春夏之际，江克莱发现法耶塞尔王子和王妃出国了。江克莱打听到这次王子出国需要3个月的时间，江克莱心里暗自窃喜，机会来了。结束白天的工作以后，江克莱悄悄地躲进宫殿内的客房里。夜色渐浓后，他来到王子珠宝存放间，他用随身携带的螺丝刀轻轻一撬，就打开了装满珠宝的保险箱。除了那颗绝世的50克拉蓝钻，里面还放有很多顶级的蓝宝石项链、金表和钻石手表，以及很多红宝石、猫眼石等。后经沙特王室清点，即使不算那颗蓝钻，失窃的珠宝价值就高达4000万美元。那一年是1989年，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那笔财富了。但江克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珠宝的价值，后面发生了啼笑皆非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讲。江克莱几经周转，先是把偷来的珠宝放在清洁用品里，分批次转移出宫。他又把珠宝放进了3个托运的大箱子里，通过 DHL 托运至泰国。为了避开泰国海关对货物的盘查，江克莱上了一波骚操作。他是在随行的行李中提前放了一个塞满现金的信封，附了一个纸条，暗示海关检查人员箱子里装的是色情物品，希望通融一下，不要开箱检查。就这样，这3箱珠宝成功的通过了海关的检查，并最终由江克莱的哥哥签收，并回到了江克莱的老家泰北的什么村。这个词儿我不太会念，大家可以看下字幕。得知珠宝已平安抵达以后，江克莱马上逃离了沙特，回到泰国家中。当王子假期结束以后，回到宫中，为时已晚。当然，已经回到泰国的江克莱也第一时间被沙特警方锁定。1990年1月，沙特王室向泰国警方发出了外交照会，明确沙特王子珠宝被盗，希望泰国王室协助查清蓝钻和珠宝的去向。有道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自知已是国际逃犯的江克莱已经无路可逃，泰国警方迫于外交压力，很快将其抓捕归案。归案前，江克莱已经出售了3箱珠宝中的1箱，另外2箱被其藏匿在森林深处。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身为清洁工的江克莱并不知道这些珠宝的真正价值。沙特王子的多条蓝宝石项链被他以每条30美元的价格贱卖。随着流向市场的顶级珠宝被低价贱卖的消息传开，二手珠宝商的大人物也开始闻风而动。这个时候，本案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桑迪，10年泰国首屈一指的珠宝商，在泰国拥有庞大的珠宝收购和分销网络。很快，他意识到这批珠宝一定来路不凡，手底下的人很快找到江克莱，并以高出其他珠宝商的价格拿下了江克莱的所有珠宝。按照江克莱提供的供词，泰国警方很快在森林深处挖出了另外2箱珠宝，并追回了大部分被转卖的珠宝。珠宝商桑迪虽然配合警方交出了此前收购的珠宝，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为这次珠宝的收购付出惨痛的代价。此后，泰国警方为此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已追回的珠宝公开展示，并专程在沙特举办了珠宝归还仪式。就在这个时候，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就在沙特王室对归还的珠宝清点查验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归还的珠宝只有20%，80%不见踪影。即使这20%，大部分的珠宝也被调包成玻璃和塑料赝品。那颗50克拉的无价蓝钻已不翼而飞。现场那叫一个尴尬。伤害性大不大咱们不知道，但侮辱性极强是一定的了。沙特王室深受其辱，随即向泰国政府发布了最严厉的谴责，并要求泰国政府立即归还真品，特别是那颗50克拉的蓝钻。泰国政府此时真是猪八戒照镜子，虽然其后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此案，但一直没有结果。沙特方面则怀疑泰国方面的办案态度，甚至怀疑泰国方面压根儿就不想归还他们的珠宝。沙特皇室这下坐不住了，立即派出自己的调查员和特工前往泰国。沙特此次派出了明暗双线。明面上，沙特派出了具有35年外交经验的资深外交官穆罕默德·科贾，公开和泰国政府一起调查；暗地里则派出了阿鲁瓦利特工，伪装成珠宝商进行暗中调查。可是，
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由于沙特方面的介入，使得这起跨国盗窃案正在往血腥的方面发展。1990年1月4日，一名叫做希隆姆调查此案的沙特外交官在曼谷繁华的街头被当街爆头，但这起凶杀案被泰国警方定性为个人纠纷。1990年2月1日，又有3名调查此案的沙特官员在泰国闹市区分别被枪杀。不到1个月的时间，先后就有4名沙特外交官被以预谋性的杀害了。可泰国警方怎么也抓不到凶手，甚至还有一名调查这几起谋杀案的泰国警官也离奇死亡。根据沙特外交官穆罕默德·科贾退休后根据本案公开出版的书中披露，1990年2月1日被杀害的3名沙特外交官前一晚与案件珠宝商阿鲁瓦利有过接触。正当大家寻找阿鲁瓦利之时，2月14日阿鲁瓦利离奇失踪，直到今天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科贾认为，当时阿鲁瓦利已经找到了泰国警方偷天换日的关键性证据，并通知了遇害的3名外交官，才会被全部灭口。即使如此，泰国警方坚称这些谋杀案与失踪案都是独立发生，与蓝钻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此时沙特方面这心里估计有1万个操你妈在奔腾了。既然如此，也没必要再留任何颜面了。至此，沙泰两国彻底翻脸。沙泰方面随即降低了两国的外交等级等一系列措施进行反制。《纽约时报》当年报道本案的时候说，蓝钻事件是泰国史上最惊人的警察腐败事件，这是有原因的。根据相关方面的报道，就在沙特对泰国采取外交反制措施之时，还要求美国中情局出马调查，但中情局同样受到了泰国方面的压力，铩羽而归。各方压力之下，泰国也几度重启调查，其中当年负责本案的泰国警官查洛就是其中的众矢之的。1994年蓝钻失窃案案发4年后，调查组依据线索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之前珠宝商桑迪的身上。泰国警方认为桑迪是最有可能提供赝品的人。就是此时，桑迪突然也人间蒸发。同年7月，桑迪妻儿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第一次尸检报告称之为意外车祸，而第2次鉴定时却发现2个人的身上都有明显被钝器击打的创伤，是伪造的交通事故。最令人意外的是，当年年底，泰国方面突然宣布桑迪失踪和妻儿被害案告破，负责蓝钻失窃案的查洛警官和另外15名嫌疑人被捕，指控查洛的罪名是绑架桑迪及谋杀其妻儿。关于蓝钻事件只字未提，查洛被判处死刑，至今没有执行。1994年，穆罕默德·科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悲观地表示，这颗史诗级的蓝钻恐怕再也找不回来了，甚至再也不会出现在世人面前。查洛判死入狱以后，坚称自己是无罪的，并不断上诉。不知为何，死刑一直未被执行。之后，查洛的死刑又被神奇地改为有期徒刑。入狱20年后被释放。出狱后的查洛出家后又还俗，现在正安度晚年。主本溯源，蓝钻失窃案的罪魁祸首江克莱，由于主动提供线索并上交珠宝，只判了5年。服刑期间赶上了2次泰王大赦，最终服刑2年半。2016年，江克莱出家，当时刚好出狱的查洛出席了江克莱的受戒仪式。很讽刺的是，江克莱给自己取了一个法号，翻译成中文就是如钻石般坚硬的人。迄今为止，33年前的沙特蓝钻事件剧情曲折翻转，但只有查洛和江克莱2个人为此蹲过监狱。2019年3月，泰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对5名警察涉嫌卷入沙特商人阿鲁瓦利失踪和谋杀案的指控。50克拉蓝钻究竟去了哪里？恐怕世人已经无法说得清。但坊间一直有传闻，这颗蓝钻最终流传到了泰国王后施吉利的手上。施吉利非常热爱佩戴珠宝，被誉为泰国最会戴珠宝的女人。传闻一位熟悉蓝钻的沙特人在公开场合看到施吉利佩戴着一整套蓝钻首饰，似是失窃蓝钻重新切割而成。当然，这一切只能是猜想了。以上，我们下次再见。平安喜乐。